神威的旅行日记，现在呢，神威正在卡塔尔的多哈。这次视频的主题是我上一趟旅程，是去到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因为阿拉木图旅游局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一个旅行团，而这个旅行团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博主。马来西亚走的话，我就是穿着短袖，我在飞机上就开始穿保暖内衣、穿保暖秋裤，还有手套、帽子。大家可能都很好奇，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的美食是什么样的？因为神威就是个吃货，好好跟大家讲讲吃。我把这个材料已经打开了，我每天的行程，第一天做了什么事，第二天做了什么事。今天正在开始写我在阿拉木图的故事。哇！好，现在我终于抵达了阿拉木图了，而一下飞机就会有一个仪式。Hello. Hello. Why you give me apple? Apple. Because Almaty is apple city. Alma Ata. Alma it's meaning apple. Ata it's meaning grandpa. Apple grandpa. Apple grandpa， 所以你们就知道了，来这边就要吃苹果。我在阿拉木图其实整整是待了有5天4晚，我吃饭每天要吃3餐，早中晚，而我从早中晚这3餐里头，我发现了整个阿拉木图的人，或者整个哈萨克斯坦的人，他们特别爱吃肉，他们吃的肉喜欢吃生猛的，比如说马肉。这个在中国很少吃到，好像满族那边会吃。你在吃清王朝宫廷菜的时候，其实还会吃到马肉。哇，Why? I think this is Muslim country. Yes, but Russians also here. OK. 我第一次在穆斯林的一个很多穆斯林生活的国家看到猪头，哇，好不可思议。其实说实在，对穆斯林来讲，猪肉是 forbidden 的，尤其猪头，各种动物的头其实都很奇怪。同时，他们很爱吃羊肉，这是必然的，因为这里地方天很冷，所以说他们就爱吃让自己身体发热的这种肉类食物。他们喜欢吃一种小吃，或者也叫主食，叫 borsak。这个 borsak 有点像中国吃那种黄金馒头。我们来尝的就属于哈萨克斯坦非常传统的美食，它里面有 posa 它有芝士的和没芝士的，但这里的人最喜欢吃的是2个东西，一个是吃肉，一个是吃面包，所以它这一个传统的美食就正好把肉和面包 mix 在一起了。同时他也很喜欢喝奶茶哦。Squeeze the animal fat to it walls it from inside to make it waterproof and make it fermented more. About the taste? Yeah. Like yogurt. Yogurt. But You forgotten the fridge for bed. 我们说这特别是酸奶忘记放到冰箱里。听到了没？这是酸奶坏掉了。Cheers. Cheers. OK. Cheers. 吃的这种食物跟中国北方还挺像的，就像我第一天去的时候，其实是去到他们这边的一个匈奴部落，他让我们去了解他们的历史。当时我们的导游还特地讲了秦始皇和匈奴之间的关系，说建长城就是为了抵御匈奴人。我说不是，不只是匈奴人，其实有很多需要抵御的，也需要保护中国国民。匈奴就是他们的人种的祖先。当我去到匈奴那边，看到他们骑马比赛，看到他们各种马术，还有射箭，我觉得这不都跟我在内蒙古看到的东西很像吗？ Language. Yeah, can you speak Mongolian? No, I don't know Mongolian. Oh, I speak Kazakh, Russian, and English. okay. But if some Mongolia visitor Yes. come here, Yes. can you understand them? No. No. Okay, but I think it's a little similar. Yes. A little bit similar, but I can understand not every word. 就是，而且内蒙古的表演可能更大型，但它这里很美，因为在雪地里头表演。内蒙古大部分时候表演都在夏天草地上表演。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说一说这几天我主要吃了什么东西。先从第一天开始，我们第一天开始就住在这个酒店叫 Roxy's。
这个酒店刚开头我去住的时候，我觉得啊，这个酒店有点老，因为这个酒店它整体是个苏联风格的建筑风格，比较平矮，而且正正方方，有棱有角。但是当我去到它 SPA 之后，我又发现它怎么这么土耳其的感觉。当我去查资料才知道，原来这个酒店是个土耳其品牌的酒店。既然是土耳其品牌酒店，大家就会注意到一点，它跟中国品牌酒店很像的最重要一点就是它很重视餐饮。于是在早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吃到琳琅满目的美食。Hello。早餐的水果非常丰富，还有石榴。你不觉得这很像云南的耳扇吗？这个也很像云南的一种小吃。这边的茶叶居然有玛莎拉的 tea， 喝着玛莎拉茶，看看我们的风景。My new friend. Under the snow. 第一天我们刚刚说到我们去到匈奴部落，所以我们的餐是在匈奴部落吃的。进到他们类似于蒙古包一样的房子，也是匈奴人当时住的房子。Attach it to baby between the legs, and put the other like side inside of this little pot. 教小孩怎么解小 And 便。 then you tie this up to his legs, like this is a good example. And then cover the baby and tie the baby very tightly so he cannot move, like he can't resist it. 而到了当天晚上，我们吃的第一家餐厅是个匈奴风味的餐厅。这也是第一天我去匈奴那边参观完之后，再从大雪山上下来发掘的这家餐厅。当你走进去之后，立刻就觉得哇，我穿越回匈奴时代了。他们民族的装扮，同时一进去还会有成吉思汗的一些照片画像。在这里我吃到了最传统，这是我第一餐吃到最传统的什么马肉啊、马奶酒啊。马奶酒当时我真觉得吃不了，所以说我把马奶酒和豆汁放在一起比较，我觉得非常合适。当地人喝马奶酒这么一大碗，一口就喝掉了。对于我来讲，我喝一小口，太难喝了。第二天我们有上雪山，而且还骑了马，这真是非常浪漫的体验。因为在冰天雪地之中，跟一帮新朋友骑着马去探险。看我的 baby 要回家了。观了景之后，其实是吃了两家餐厅，这两家都非常值得推荐。先说这一家是晚上吃的，它其实是在海拔1712米的地方，非常的高，而且它的视野非常的好。但是我们去的时候是晚上，所以说也看不到什么风景，只能看到它室内那种暖暖的黄黄的光和它木质的家具、木质的各种设计，都让你在想这里吃饭是非常舒服的，非常的美妙的。而当天晚上其实我们还品尝了当地的一个葡萄酒，当地梅洛的酒。他的服务员介绍给我们的时候是说，别看波尔多是出产好酒的地方，但是他们这个酒在波尔多卖得非常好，说明从侧面来说，波尔多的人都爱喝他们的葡萄酒。在这里我们还吃到了一种类似于饺子或者说煎饺一样的食物，这个食物之后我也会跟大家介绍。还有另外一个餐厅也吃到过，但是做法完全不同。这个餐厅其实也是里头加了肉加了芝士，外面把它烤焦了，让你觉得很像饺子，但其实吃起来没有饺子好吃，但是也会让你觉得是一种新鲜的口感，因为必然它里头加的是马肉和牛肉的混合。而我们当天中午吃的那个饭是在一个滑雪场吃的。这个餐厅呢，而且它走的是格鲁吉亚风格的餐。跟的午餐吃的是属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那个区域的所有的好吃的都会呈现给我们，所以在我们的哈萨克斯坦这里可以吃到很多国家的美食。有吃就是把韭菜猪肉馅的饺子做成了个包子形状，但那个包子又好像是我们的灌汤包，但是它皮非常的厚。到第3天的行程，我们去参观了国家博物院。Altın gün asmanı, altından dalası, yerlikten dastanı, yelimi karaşı。了解一下属于
阿拉木图它的一些文化历史，尤其近代史，然后就又去到了雪山上，另外一座雪山。卷起来，卷起来，要卷起来！全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博主，看这土耳其博主，这是好，那我们走吧。Let's go， 开始坐缆车去哪里呢？山顶，山顶干什么？看整个城市。看整个城市。对，就是我们要去一个高点，是看这个城市最好的一个角度。这个缆车上去之后，我们吃的那一餐。我开了一个玩笑，这个是我们在雪山上的一个倒置屋去玩的一个场景，真正的是这家餐厅。其实它里头吃的东西啊，我真的觉得不重要了，因为它吃的东西其实也都是哈萨克斯坦传统的美食，刚刚我都跟大家介绍过很多，就是那些美食。但是呢，来这边吃饭你会觉得这是 fine dining 吗？因为其实每家餐厅都很漂亮，都很有特色，但是像传统美食，包括像中餐传统美食，其实你要摆盘漂亮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但这个餐厅它把每道菜的摆盘真的很漂亮。因为这家餐厅它总体走白色风格，于是就像我身上衣服一样，让你觉得非常的纯净、纯洁、优雅。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马肠了。马肠我是第一次是在这个店去品尝到的。 This is also kazak. Yeah, this is all like horse. Kazar， 哇，我们现在吃的叫 Kazar。Kazar 是什么？就是马肉。同时它外面的风景当然也很漂亮，所以说如果你不怕冷，坐在外面吃那是别有风味。好，当天我们的晚餐是很晚才去吃的，因为我们晚餐当时吃的时候是要先去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室外溜冰场，是冰刀的溜冰场啊！天哪，我这一辈子惨痛的记忆在这里发生了。I skiing first time. 还有我们 because this video cannot see the Oh, okay. Yes. I think we are doing very well for the first night, and it's more difficult because it's night. It's very difficult, but the first time we try, and we sing very quickly. But you see? Yeah, that's our help. We didn't want to tell you, but okay. 晚上大概到了10点多钟才去吃晚饭。我们选的这家餐厅呢，其实它并不是一家餐厅，它是一个 building。一栋楼，这栋楼是才开业不久的一个算是美食城，而这个美食城它的前身是苏联时期最大的餐厅。想不到苏联时期最大的餐厅居然不是在俄罗斯，也不是在乌克兰，而是在哈萨克斯坦。我们去吃了，它里头有各种选择，因为美食城有当地的美食，也有中餐、日料、土耳其餐、欧餐、地中海餐各种，但都不是 fine dining， 都是路边摊。比如像我吃了中餐是什么麻辣烫，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每个国家的胃口，并不是中国人是中国胃。土耳其的 Han 就是另外一个博主，他其实吃的就是吃土耳其的 Kebab， 希腊的 Paula， 他吃的就是吃地中海餐，还有人吃墨西哥餐，上面装饰的都特别中国风，上面会有熊猫，他们说即将还会有一条大龙。接下来就要讲第四天是重头戏了，因为是我们 happy ending 的一天。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Let it go. 这一天我们到底能吃什么才能满足我们的一个愉快结束的心情呢？它这个餐厅是整个阿拉木图最高的点，而这个 building 呢，你看可以做很多户外运动，就有点像澳门的澳门塔一样，它可以在上面就餐，但是它还可以去做各种跟极限运动有关的，跟雪地运动有关的，要做冰雪竞赛。他们这个大楼上面是有一块是可以，就像谷爱凌做的那个项目，在它这里是可以呈现的。这一餐吃什么不重要，仪式感最重要。除了我们这一桌之外，全部都是一对又一对的小情侣。我问了我们向导向导跟我说，这是他们当地最贵的餐厅。当然最贵对北京来的朋友或者中国大城市来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还好，因为2个人大概花在一起也不会超过1000块钱，还带酒，就这个价格是还合理的。但对当地年轻人来讲会觉得其实是
不值得去花费的。我问了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人均收入大概平均是在7、8千人民币的样子，我觉得它挺高的。我就说那为什么他们会觉得不值得？因为他说这里的餐其实并不是说最好吃的，而且好吃的餐其实在他们当地来讲都不贵。所以我们来这个餐厅，其实它不仅说是最高的餐厅，而且应该是当地最浪漫的餐厅之一了。因为这个餐厅来的所有都是情侣，而且每个人都是在他们比如说有订婚仪式，或者说结婚的仪式，或者说一些纪念日特地来这边，还有送花这个环节。从他这个餐厅看下去，它真的是俯瞰全城。而我们在雪山上面看的时候，其实并不能看到城市风景，或者看到城市风景都很远。它这个就在城市中间竖个大高楼。说完这么多餐厅之后，跟大家最后结束的时候说一说，作为一个吃货，要给朋友带手信，带什么最好？巧克力。这个巧克力，它的名字就叫哈萨克斯坦巧克力。So why you say this is the #1 chocolate all over the world? Because it is the dark chocolate with 45% cocoa, but it sense like, you know, not dark. It is not bad in the sense. It is tasty. It is sweety, and it is sweety, you know, softly sweety. It is, and if you bite one time, you cannot stop because it is Kazakhstan chocolate. 你只要去到巧克力店，一看哈萨克斯坦巧克力就可以了。在市区里头有专门的店去卖，当然了，你还可以去机场买，价格都是一样的。这边机场有很多巧克力买，巧克力大家可以去当做手信，这是我觉得非常值得买的硬通货。这里的巧克力大概是1欧到1.5欧、2欧，最贵的是8欧。像本地市场店，他们空姐也在这个市场店去买的。而像我们旁边还有一个 Duty Free。Duty Free 就别买了，因为 Duty Free 我觉得还价格其实就是全世界一样的价格，而且也不是什么特别的硬通货的巧克力，都是世界产品的巧克力。所以说要买的话就到它 Best of Kazakhstan。好，这期说食物说了那么多，如果大家想知道哈萨克斯坦有什么好玩的，其实我们刚刚吃食物的时候也说到了，但是想听到更多细节，包括这一次神威遇到的朋友是什么样，那么大家随时关注、点赞，并且收藏神威的频道，我也会跟大家好好的去分享所有我在旅途中所遇见的各种故事。Bella has a new gift. Yes, it's Happy Independence Day, Kazakhstan. Yeah. The airport has a special celebration and they gave me this gingerbread and Kazakhstan chocolate. Thank you so much, Kazakhstan. Oh, I'm jealous of you, yeah. I want to have one. So, next trip is to where? Dubai. Yeah. I will go to Qatar. Yeah. Oh, you go to Bali. I will find you in Bali. Yeah. See you. See you. Bye. 我是环球旅行家神威，欢迎点赞、关注、分享，我在世界等你。